今天继续给大家解说法国1976年制作的中国纪录片《愚公移山》。本期让我们随着导演伊文斯的镜头来到上海电机厂，这里一共有8000多个工人，工作时间是从早上7点半到下午5点，中午有2个小时的吃饭时间，另外还有2次20分钟的休息时间。在几年前，工人们每天上班都需要准时打卡，如果迟到超过1次就会被扣奖金。但靠金钱和惩罚并不能很好的调动起工人的积极性，于是厂里取消了考勤打卡，上班呢完全靠个人觉悟。至于少数缺乏自制力的员工，则以说服教育为主。或许对于一些人来说，这简直就是偷闲躲懒的好机会。实际上，当人人都能自觉按时到岗，你也就不好意思迟到了。就好比现在职场上流行的加班文化，只要大家不走，你也就没有勇气走。就算是坐着发呆摸鱼，你要跟着熬到深更半夜。另外，每个车间的生产目标也是工人们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，而不是像原来一样由一小撮坐办公室的人来计划。自从进行了这些改革后，工人们的生产效率比原来提高了整整5倍。像1200吨重的泵，以前15天才能生产一个，但现在3天就可以完成。正如厂里一位小伙说道，如果你对工人有信心，他们就会表现出积极性，但如果你不相信工人，他们就会对工作失去兴趣。工资方面，解放前后进厂的老员工由于工龄长，所以1个月的收入是100多块，而正常的员工1个月是60-70，新来的员工则在40左右。对于今天的人来说，这工资乍一看简直还不如低保户。实际上，单看工资不讲物价就是耍流氓。像当时的猪肉1斤才7毛，大闸蟹是1斤8毛，一碗豆浆是4分，一个肉包子是2分，一张电影票也就5分。所以在那个工资低、物价也低的年代，1分钱难倒英雄汉并不是开玩笑。福利方面，厂里给离家远的工人修建了宿舍，一般6到8个人住一间。平日里吃完晚饭下了班，大家会在一起踢球下棋，也可以去学习。因为厂里为了提升工人的知识文化，一共开设了9门课，除了语文、数学、英语外，还有绘画、哲学等其他课程。像镜头中的工人正在针对先验主义和经验主义进行激烈的辩论。以前这些问题只有少数专家才会讨论，但现在普通工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和思考。目前在电机厂约有2000名工人每天都会来定期上课，此举不只是提升了工人的个人文化和能力，同时也在无形中打破了知识垄断。就像今天的互联网，只要你善于使用网络资源，那么它就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大学。像我的爷爷是出身农村，基本没读过什么书，后来是当兵转业到工厂里，才学到了不少知识文化，继而才会在城里娶了我当老师的奶奶。假如他在旧社会，那一辈子就只能扛锄头，命运基本不可能会被改变。另外，厂里有专属的配套医院，除了正常的体检和医治工伤，就连感冒发烧、大小病痛都可以得到免费治疗。更让人羡慕的是，这项福利不只是工人有，就连他的直系家属也有。总之，你和家人只要得了病，厂里都管。假如女工有了身孕，厂里会根据产期把她的工作岗位调整得越来越清闲。生了小孩后，产假是56天，如果难产则是70天。而在休产假期间，同样可以拿到全额工资，1分钱都不会被扣。孩子2个月后可以送到工厂附近的托儿所。哺乳期的妈妈一天只需要工作7个小时，还有1个小时的喂奶时间。除了这些福利外，厂里还会根据工人的表现给予现金奖励，这类似于今天的绩效工资。不过在拍摄期间，厂里正在讨论是否要取消奖励制度。有人认为金钱就像鸦片，会让人慢慢上瘾，想要的越来越多，最后形成对金钱的依赖和崇拜。
这就在无形中助长了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的诞生。而压榨剥削工人的罪魁祸首就是资本。所以从本质上来说，金钱奖励制度违背了工人利益。但也有人认为大家是为国家和人民工作，不是为资本主义的老板工作，所以物质奖励不会有什么危害。一个人完成了超额的工作，证明觉悟高，所以应该得到适当的现金奖励。由于这个问题比较复杂，所以直到导演伊文斯离开都没有讨论出一个最终的结果。在拍摄期间，工厂比较大的一个改革就是要求领导必须参与实际劳动。在此之前，领导们都是坐在桌子后面听听报告，下下命令，根本不能及时的解决生产问题，说白了就是不接地气。这导致整个工厂就像沙漠上开汽车，声音又大又费油，但就是不会走。所以现在电机厂全面学习上海手表厂，要求领导必须参与到实际的手工劳动中。这样一是能让领导和工人们随时保持紧密的联系，解决生产问题；二是工人们可以直接提出意见和批评，及时纠正领导的错误想法，帮助他们提高自身的领导水平。除此之外，在上海电机厂有2/3的工人都有当过兵。为了防范帝国主义的再次侵略，厂里会定期组织工人们进行军事防御演习。同时还会分批次前往农村进行野营训练。像镜头中的工人们背着锅碗瓢盆，要步行到120公里外的乡下农村，中途则在野外露营休息。到达农村后，他们会和乡亲们一起挑粪打水干农活，交流彼此的所见所闻。此举一方面增强了工人的身体素质，一方面也为城市和农村之间搭建了一股纽带，让农民和工人之间有接触交流的机会。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阶级隔阂，防止阶级固化。比如你很可能会在内里喜欢上某个朴实的乡下女孩，或者某个女孩喜欢上了你这个城里来的时髦帅哥，然后两人结婚生子，组建家庭，这样就在无形中促进了阶级之间的相互流动。那么本期解说就到这里，由于一些原因我不能面面讲到，所以只能做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。